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甲骨文云来滴滴 Windows。有些小伙伴说滴滴 Windows， 你好像之前讲过，那今天有些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煎饼大佬，专门做滴滴脚本的这一个大佬，他为我们做了 ARM 机器的滴滴脚本，滴滴 Windows 11，我们的4核心24G 的内存的 ARM 机器就有用武之地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煎饼大佬的GitHub， 很多的系统呢，人家都是支持的。之前呢，我都想专门出一期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大佬足够专业，包括我们非主流的系统，它都是支持的，所以是非常全面的系统重装脚本。我们的脚本就是基于大佬的。前提条件呢是大家要有一个甲骨文云账号，并且你这个账号里头拥有2台机器，可以互相的去救援。因为重装系统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风险啊，它万一失联了呢，那你这台 ARM 呢就有可能删机啊，或者说要救砖。那我现在说的只是免费用户需要这样的去纠结一下。如果你是升级后的用户，你的 ARM 可以随便开关，那你就不用牵扯这个问题啊。我只是给说没有升级的小伙伴建议，你必须要保证有2台机器，你哪怕这一台是 AMD 的都是可以的。ARM 的机器的引导卷挂在这边来救一下它啊，是可以的。之前我讲过如何去救援，这是前提条件。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 ARM 的滴滴 Windows 的一个操作。先去调整一下它的配置，操作编辑，这边点开，按你自己的需求调到4+24，免费额度的最大状态，你点保存。这种状态下，即使你是升级用户，你也是不付费的啊，不要超，保存，让它重新引导，它要做一个重启的行为。4+24就配起来了。我们把这个硬盘空间稍微调的再大一点，默认的话是47个 G。我们从这块向下滑，然后来到引导卷，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再从这块回到它的之前的引导卷的这个目录，找到你的 ARM 的这个云引导卷，然后点击那3个点，现在是47个 G， 那我们需要把它调到150个 G， 对于 Windows 来讲也是足够用了。这2台机器呢，空间是不能超过200 G 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边150个 G 加上47个 G， 不会超过200个 G， 去让它重新分配。好，我们现在连接到这台机器上，我们选择 K， 因为我之前这块已经装了 Line 的脚本。如果你没装到这边来，一键脚本的置顶贴，我们选择输入这个命令，输入进来回车，我们选择13，选择8。下面有一个47 Windows 11 ARM， 就是专门给 ARM 机器去使用的。我们选择47，回车，确认一下用户名和密码。我们点击回车。这边的煎饼大佬加了一些功能，就说你可以不用这个默认密码啊，你可以自己设定密码。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去装Windows 11了。我们来到这一台实例的后台，我们再往下滑，有一个控制台连接，我们点一下啊，我们创建一个控制台，看能不能看到它重装的一个过程。这是当前的一个百分比进度。所以我觉得煎饼大佬呢，他在安装过程当中做了很多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安装进度的手段，这个是我感觉到的。因为我们之前如果重装 Linux 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再次登录，可以短暂的登录，可以看到它安装到多少了，这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操作体验。看到了吗？这个时候呢，虽然它是装 Windows， 但是还是能让我们短暂的进去。把这个命令复制一下，右键进来回车，我们就可以看到跟刚才我们在甲骨文云后台看到的是一样的一个效果。它给你一个短暂的窗口期，可以关注我们重装的一个进度。当然重装的过程中它还会有反复的重启，所以你这个窗口期呢只是一个临时的。 VNC 这边就是我们的控制台来讲，它是一直可观察的，所以这2边的进度其实是同步的。好了，过了10多分钟，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我们直接先复制这个公网 IPv4 的地址，滴滴完 Windows， 我们再开始菜单，搜索远程桌面。你如果是 Windows 的话，这个是最方便的，输入你的 IP 地址，点击连接，你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密码不对吗？大佬，这个有点 bug， 就是我们刚才自己设定的密码好像是不管用的，我们必须要用这个123@@@ 啊这样的默认密码、初始密码，然后进去改密码吧。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到了 Windows 11 4核 24G 的 ARM 的机器啊，终于有用武之地了。线路比较好的机器的话，回国的机器的话，你这边的延迟能控制的很不错，整体上延迟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我们进来第一步呢，先到设置里面来，先把我们的密码改了。这边有个更改密码，点击一下，密码点开，点击更改。我们输入原始的密码，就是我们的123@@。我们输入新密码，我们下一步。这样我们把密码改了，因为 Windows 的话，安全问题要比 Linux 还要重要。这个扫描你3089的这个端口很信手拈来，危机感要比 Linux 更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最好是把你的用户名也改了。对，不要用 admin 的这个，因为 admin 的话，人家尝试多次暴力破解之后啊，你自己远程都登录都是个问题。好，那我们来改一下用户名。我们使用这个命令，回到我们远程的这个桌面，然后在搜索栏里头直接这样的输入，直接输入回车，双击它，然后直接把这个改成你的用户名。你可以改成 root， 来一个反差萌，这样的就会好一点啊。你可以改任意的名字啊，不一定是 root。重启一下，让它生效，退出远程桌面了。我们这边呢换成其他用户试一下，然后用户名呢改成我们刚才的 root 密码。那这样的话就会很安全了，就不会出现admin被占了，你一直连不上的这种情况。延迟差不了多少，我这台是美国的圣何塞。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细节大家要做一下，就是文件管理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刚进来以后我的电脑这边你可以看到空间是不够的，它只用了14个 G， 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扩展一下这个空间，因为我们刚才给了150个 G， 你得都用上。有一个更多选项，点开这块有个管理，磁盘管理看到了吗？这块你可以发现还有这么多135个 G 没用的，点击扩展，点下一步，它默认就帮你选好了，就把这些没用的也给你扩展进来。再下一步，再回到这边刷新一下。我们的空间就来了啊！你存什么东西都可以，这感觉挺爽的呀。延迟也还能接受啊，真不赖啊。这样你可以在这台机器上干任何你想干的事情了，挂机任务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大佬为我们想的确实周到，语言包呀各方面其实都帮我们配好了，还有很多驱动都已经帮我们打好了。这个感觉就像在本机一样了。你看这个速度，这个打开速度很快嘛。你在这台机器上看视频打游戏是肯定不行的，日常办公啊、浏览网页啊，问题是不会特别大。你看滚动其实它还是有一点掉帧的啊。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资源占用吧，看是不是能完全榨干我们的4核24。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 CPU、内存、磁盘、以太网这4个重要指标，内存占的少一点，内存占了2个多 G。然后还有24个 G， 内存是铁定够用的。那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